大家晚安。現在來到了我最熟悉的機場之一了，香港國際機場。今天要給大家拍哪一條航線呢？這也是屬於我的 BA 的 GGL 的畢業旅行之一。因為當時為了拿到 BA 這個 Go Get List 啊，這一條航線是我最常飛的休閒航線。這一條航線在第一年衝 GGL 的時候，我曾經就是有 back to back， 就是來回奔波，跑了太多趟了。就是我完全沒有進雅加達，然後同班機往返，所以這條航班充滿了各種的回憶。那雖然 GG 也結束了，不過我還是有訂了最後幾腿，當時為了保級用的。那所以現在在飛完的過程當中，想說可以給大家記錄一下這一條，因為我覺得這一條也是國泰的區域航線裡面做的蠻好的一條。國泰長程線當然有一套它的 DP， 那短程線的 DP 自然是不一樣，不過短程線也是有分長短的。好像台北、香港这種就超短，或香港到中國大陸可以算短程。那相对來講，香港到雅加達算是一個比較長的短程，雖然還是第一個東南亞裡面，所以這條服務我覺得一直都蠻好的。我們來看一下國泰一個區域航線裡面 serve 比較完整的一個航線像什麼樣子。然後通常這班的餐食也都還算不錯。那所以我們今天是2025年，然後今天6月8號，我們要搭的是 CX797，從香港往雅加達。綠寶石的登機都非常的悠閒，非常的舒暢。有一顆綠寶石搭國泰還是很舒服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國泰鑽卡，我們登機嘍。好了，我們登機嘍。今天是330的飛機，不過是可平躺的330。趁大家還沒登機，我們趕快照一下機上的全景。那我今天座位是在12K， 在12K。330也是可以很舒適的，所以这是國泰的330布局。那因為我特別早登機，所以駐商長就跑來問我要不要先喝點什麼，所以我就來了一杯香檳放在桌上啦。請留喺座位，但無需扣上安全帶。330的可平躺的座位的話，其實在國泰也是蠻舒適的，雖然比359還是小了一點。以330來說，這可平躺座位已經比華航的長榮都舒服100倍了，對，所以很值得選擇哦。那我們就利用就是登機的時間啊，跟大家說一說畢業旅行的由來好了。那先講一下國泰鑽的福利好了，就是上飛機的話，基本上國泰鑽的座位就一定會有一瓶 Evian， 不管是搭經濟或者搭商務都會給。對，所以有時候你搭經濟艙的時候上去，你放眼望去，看到座位上面放好毛毯、枕頭跟 Evian 的，那就是國泰鑽卡的位置啦。那外航的 Ermelet 的話，有時候也會有，但不一定。但國泰自家鑽卡的話，是一定會有的，而且還會特別來關心說，有沒有給你這個 Evian。水雖然大家都笑說這個 label 被拆掉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 delabel 的Evian水。對，好，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菜單好了。对，我們按照順序先來看開箱部分。那今天的菜單的部分呢，我們等一下一樣用照片幫大家呈現一下。前菜有沙拉，然後有香煎的吞拿魚，就是鮪魚，然後再來是有黑椒汁的薯仔牛柳粒，就牛肉，然後香煎比目魚，然後配檸檬，然後最後是海南雞飯。那這個毫無疑問，我會選牛柳粒，這個黑椒牛柳粒，國泰這個非常的好吃。國泰的區域航線呢，我給大家講一下選餐的邏輯好了。第一個，如果你遇到今天出發的航班上面，如果是有羊排，那你不要考慮了，就吃羊排。國泰羊排非常的好吃。那我跟他們空服員聊過，他們空服員說他們的羊排選的部位選得很好，所以羊排有的話就先選羊排，絕對沒錯。再來的話，中餐是很安全的選擇，因為香港嘛，所以國泰做的中餐其實都蠻好吃的。所以如果有中式料理的話，我覺得選中餐也是蠻不錯的。那配上招牌的里脊金辣椒醬就很提味了。所以有中餐的話，我會選中餐。那商務艙部分的話，我覺得最不好的選擇是日餐。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日餐就選哦。對，國泰日餐做的比較弱，頭等可能例外，但是商務的日餐我搭過蠻多腿，基本上飛往日本的航線的日餐都不好吃。那海南雞飯也屬於普通而已，所以我推薦大家就是吃有羊就選羊，有牛就選牛，有中餐就選中餐，這些是比較安全的選擇。對，然後烤雞腿也是不錯的選擇，都蠻安全的。對，巴東牛肉我覺得他們的也還好。然後我還是跟他要了一杯，有Cathay Delight，怎麼可以不來一杯呢？搭國泰沒有Cathay Delight就怪了嘛，對不對？我喜歡這條航線呢，除了是 BA 休行之外，就是我其實國泰航線東南亞的跟東北亞的很多航線我幾乎都搭過了，就是航點都蠻多的。那大家也看到我開箱這麼多貴賓室嘛，所以飛了很多點。
但每一次我覺得不同航線服務落差還是有點不同，就畢竟每一班的組員啊、座艙長可能還是有點不太一樣。但是雅加達這個航線我搭過這麼多次，我覺得好評率是100%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就這條航線的服務真的特別好。然後座艙長跟組員都非常的友善，對，像我今天就是真的就剛剛就是有被嚇到，因為我剛剛就是第一個進來嘛，然後他只問了我座位，我說我坐12K，他馬上叫出說就是叫出我的姓氏，然後什麼先生，你好，對，然後我說所以他已經知道鑽卡坐在這個位置，然後提前把姓氏都背起来了，然後進來之後還很親切問候我說你從台北過來哦，台北現在有下雨對不對？我想說哇。你連我從台北飛過去雅加達都背起來，然後我一進來，只是告知我坐12K，我沒有給他看 boarding pass， 我就說我坐12K，所以組員真的是非常的用心。然後再來也就是說這條航線剛剛跟大家介紹過嘛，它是區域航線裡面相對最長的一條，所以印尼的3條都比較長了，就是巴厘島、雅加達跟泗水，可是。機型上面的話，現在巴厘島幾乎都是大板凳啦。那國泰機型的話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了。國泰現在就是359、35K 那個是全平躺，那77W 全平躺這都沒有問題。可是330有2種機型，就是會有我們現在的反魚骨跟大板凳，然後773就一定大板凳。那巴厘島蠻高幾率遇到大板凳的，那泗水也是。那雅加達一天是有3班，那一天3班裡面只有晚上這一班來回797、798這一班是固定會用反魚骨，另外2班的話高幾率也是大板凳，所以綜合這樣來講的話，想要舒服的位置可以平躺，然後又想要享受比較長的航線的服務的話，那雅加達的這個797、798這一對，我覺得是非常推薦大家的選擇。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歡搭這一條，因為雅加達航線我實在搭太多次，我不同的時間就是早上、下午、晚上航班我也都搭過，但到最後搭來搭去，我就固定選這一對，因為這一對真的體驗最好，服務最舒服，然後也固定比較不會坐到大板凳機。大板凳坐4個半小時到印尼真的還是有點痛苦啦。那國泰現在的話，就是所有的客機的話，之前330蠻多是不能上網的，那現在他們經過翻新，今年8月之後，全機隊都可以無線上網。那只要搭乘商務艙以上的客人或國泰自家鑽卡的話，不限艙等都可以全程使用免費的 WiFi， 而且國泰的 WiFi 速度都算蠻快的哦，而且也不怎麼會壞掉哦。對，我就在說你星宇，星宇跟 BA 真的 WiFi 很容易壞掉，然後很不穩。但國泰的 WiFi 我至少用過這麼多次，我覺得相對是很穩定的，就是而且速度很快，就是想要看個影片啊，發個照片，完全沒有問題，很順。對，這個是非常讚的地方。好啦，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說說為什麼我這條航線會飛這麼多次了。就是那時候飛英航去 GL 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每一個航空公司的這個遊戲規則裡面，就是為本地的旅客所設計嘛。那我就拿日航做對比好了。大家都知道日航之前還有 JGC 可以衝的年代，大家為什麼都會飛國內線羽田沖繩？就是因為日航奇怪的制度設計，它就是國內線的部分的話會乘以2倍，亞洲線乘以1.5倍，剩下國際線只有乘以就是1倍而已。那而且你買國內線機票的話，幾乎都是100%的累積率。大家如果常買機票就知道，今天你如果不是買商務艙機票，你一般經濟艙機票你買得下手，正常票價的，通常都是什麼20%、30%的這種機票。那國內線基本上都是100%的機票，而且那個時候有外國人票，那個時候 JA 有时候外國人票，那都是100%累積的。但你想，這就很可怕，100%累積的話，那你國內線有2倍就變200%，還會再額外贈送400的 FOP。那時候以一個沖繩航線來說的話，你就是一段是將近1000，我們就以整數算好了。那1000的話，你乘以2，好，就2000，來回就是4000的 FOP。你如果買一張經濟艙機票，比较正常機票便宜的，從東京飛往洛杉磯的經濟艙來回，你可以去算一下，因為你距離，但是你只要乘以20%，好，再乘以來回，那沒有2倍的情況之下，那時候我大概精算過一下，你從東京飛洛杉磯的經濟艙機票的來回，大概跟東京飛到沖繩經濟艙來回累積的 FOP 是差不了多少。那你可以想象嘛，就是 FOP 是一樣，一個要飛超級久，你會累死，然後一個只要飛到沖繩。票價上，當然外國人票那时候非常的便宜，就是一段就是1萬日幣，所以你等於就是你會用非常低的成本，就是用外國人票1萬日幣去取得這個東西，然後就會很容易達到 FOP 非常高嘛。那日本人買國內線當然是非常貴的事情啊。
所以當時就是因為有這個算是一個漏洞吧，才吸引這麼多台灣人去衝這個日航。那當然後來也是 Party is the end， 然後就結束了。後來他先把累積率改掉，然後後來就把這個 JGC 的這個門檻整個都改掉，之後就沒有了。那英航其實也差不多的流程，因為英航原始的玩法就是它其實是以倫敦為 base， 然後畫一個圓，它只想要分就是說歐洲區內跟歐洲區外，所以它就以一個 magic number 是2000 miles 為一個範圍，它以倫敦為中心，2000 miles 就畫一個圓。那是2000 miles 的話，就剛好涵蓋了所有的歐洲地區跟一部分的北非跟中東地區。那再來就是你要 over 2000，就一定要飛到中東或飛到北美才行了。二分法一刀切，就是一刀切。那所以就會變成是商務艙的話，區域內是40，區域外是140。所以今天買一張倫敦到洛杉磯商務艙單程就是140 TP。可是你知道亞洲很大，所以亞洲的區域航線是有機會超過2000的。那就是香港出發要超過2000的話，國泰就只有印尼的3條。雅加達、巴厘島、泗水，還有往北就只有一條叫札幌。可大家知道日本票價很貴嘛，所以我們不會拿這個做休行。那所以我們就會南邊的這3條做休行。那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就是說香港雅加達你可以獲得的 TP， 跟你從倫敦飛到洛杉磯是一樣的。那你想嘛，倫敦飛到洛杉磯這種跨州的商務艙的價格，跟亞洲區內的商務艙價格，當然不是同日而語的嘛，對不对？那另外一條休行航線也是一樣，就是我另外常搭就是台北出發的台北到吉隆坡的馬航，那個也是非常甜蜜，剛好是2010幾，只有超過一點點。這一條好像是211幾，反正就是剛剛好有一個甜蜜點超過啦。所以這樣才會讓我們base在台灣，當時就是我會想要衝，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 niche 在，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航線。我們雖然在區域裡面亞洲區內做旅行，但是我們拿到的 TP 卻是跨州的旅遊的 TP， 那自然就累積速度就會相當的快。對，你可以想象，假設今天要拿到這個門檻，其實當時的話，第一年是5000分嘛，那5000分的話，我們以一個就是台北、香港、雅加達來回就是360，40加140，然後乘以2，那5000除以360的話，可能要14趟左右。那一年衝14趟雅加達，聽起來已經很辛苦了。但你有想，一年如果是要14趟跨州旅行，是不是更瘋狂？所以就是說，它的門檻大概就是一年你要飛14次的越洋航線。但是我們不用飛越洋，我們用香港雅加達就可以取代。所以這樣是不是聽起來就差別就很大了？所以啊，當時就是去上傑斯聊的節目，然後就聊這一段，就是因為那時候英航金真的是對台灣而言非常的友善，因為1500分拿到金卡的話，你這個休行航線就是像這個台北、香港、雅加達這項項，你只要飛4趟就綠寶石了，真的可以說是最容易拿到綠寶石，成本也很低，因為國泰促銷大概就是2萬5上下，所以大概就是10萬塊左右，然後去一趟歐洲就可以拿到就是英航的金卡，就是環美加綠寶石。那跟日航的故事8-7分像啦，就這種太美好的東西都會壞掉，所以日航關門了，那英航也關門了。对，就是在2024的12月31號，英航也關門了，所以之後就沒有這麼容易的綠寶石了。那會不會有別家提供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過就至少英航、日航都離開了。那日航當時我有參與到，英航我也很榮幸的參與到了4年，成為4年的 GGL， 所以特別今天拍一集這個來紀念一下這個畢業旅行，還有這一趟。這4年的一個算奇幻旅程吧，成為英航 GGL， 然後這個修行的日子回想起來真的是很辛苦，因為這一條航線我起碼一定飛超過10趟以上了，應該是不止。然後很多趟是我時間不夠，所以我是同班機往返這樣來回，就是只為了拿 TP 而已。對，那現在當然就不用那麼辛苦啦，所以這趟進雅加達就會稍微玩一玩，休息一下這樣子。好啦，那這樣就給大家解釋完，就是畢業旅行為什麼來飛這一條，跟大家介紹原因。那等一下我們就把國泰區域航線的餐食啊跟服務流程，這條真的是比較完整的。對，因為像台北出發的話，連台北大阪、台北名古屋、台北東京服務都不一樣。雅加達的話就真的是比較全面性的服務，應該就是時間比較長。對，像之前搭曼谷的話，香港曼谷就真的比較簡略一點。那香港雅加達的話就真的是全套。那什麼叫全套？待會兒我們再慢慢跟大家來解釋什麼叫做全套的服務。那這330返魚骨的設計的話，這前面腳部的空間其實還算不錯，不太會有卡腳的問題。那收納空間的話，就在右側這個地方，下面有一個這樣子的收納空間，有個這樣子的收納空間。然後旁邊的話，這個桌板的位置也還算足夠。那這邊當然就有個放耳機的位置。
這個放耳機的位置的下面這邊也是可以放點小東西的，不過就要小心，下飛機的時候要記得拿，不要把東西遗漏在這個地方。那充電插座的話，在這邊。330系列的話，充電插座比較沒有問題。國泰的那個359系列的話，比較會有小問題，就是你同時戴上耳機聽音樂或看電影，然後同時充電，會有一些電流的雜音。對，我遇過蠻多次，330的倒是沒有這個問題，對，沒有那個電流雜音。359的我遇過蠻多次，就是同時看電影，然後同時充電，會有那個電流滋的雜音，蠻惱人的，就是不能一起做。對，就新飛機反而會有這個問題。其實330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機型，對航空公司而言，330真的是耐操好用，真的是耐操好用。你看華航330好用成那樣，從來沒有壞掉過。359每天壞，然後澳洲就會暖心升級變330，但你沒有聽過330會壞過。所以國泰其實有海量330，那它只是2種配置，有反魚骨的，然後也有大板凳的。那這個反魚骨的其實我覺得相當的不錯，就是对航空公司而言容易操作，座位數不用太多，運量也還算夠，然後商務艙如果做成反魚骨的話也算舒適，所以我覺得區域線其實商務330我並不排斥，只是華航長榮沒有改艙。如果商務艙一樣做成可平躺，我覺得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。這是一款好飛機，是毋庸置疑的，只是華航長榮沒有改艙，但是機型的部分還有它本身的穩定性，其實呢是非常的好。對，這個是一個真的我覺得是不錯的飛機了。電子用品攝咗喺座位裏面，請趕擅自調校座位，並通知我哋嘅機艙服務員。You can place any small items underneath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. 你可以將細件物品放喺前面嘅座位下。那因為國泰的商務艙啊，之前有給大家拍過那個曼谷到新加坡，那因為這個機型也是一樣，所以娛樂系統的話，我想就是一樣。上次給大家介紹過，我們就跳過去。今天這個記錄，我比較想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個餐食的部分。雅加達線是完整，何謂完整呢？我們一個來說哈，就是會單獨先上堅果。頭等艙的話，是你上飛機的時候，在還沒起飛前就會先給你堅果跟香檳。那商務艙的話是沒有的，但是短程的話，區域航線，雅加達線會先給堅果。那你像那種很短的什麼台港線啊、台北到日本啊、香港曼谷就沒有這個。而且國泰的堅果的話是會有這個開心果，我蠻喜歡的。這就是在吃飯前就是可以先吃點堅果，開胃一下。這就是完整餐食的第一道。那堅果上完之後，所謂完整餐食的第二部分就是會稱得上沙拉，這個沙拉，然後會附這個油醋醬，然後跟一個前菜。今天這個是鮪魚，然後有一些青菜這樣子，對，還有一個水煮蛋，這就是前菜。不會跟主餐一起上的，也就是先吃堅果，然後再吃前菜，一道一道來，這就是完整部分。那這個國泰的沙拉的話，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。我們來嘗一口，沙拉不錯，很清爽。那我們試試看這個前菜的部分。有些航線如果太短，就會真的是一盤上就比較無趣。像慢慢享用一個前菜沙拉麵包，再等主餐是很舒服的，配上白酒繼續享用。那我們的主餐上來嘍，這個牛肉蠻多塊的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塊牛肉，這分量還是蠻不錯的。我們來吃一口這個黑椒牛肉，很嫩，對，然後這個青菜，出熟度也很好。脆脆的，吃牛肉配口紅酒，這樣還沒完哦。完整餐食可沒有這麼簡單，堅果、沙拉跟頭盤，然後主餐，重點在後面。我們再繼續往下看。那我說的完整餐食就在這裡了，最後會上這個起司盤、水果跟冰淇淋，然後點了一杯甜酒。這樣就是完整的餐食了。那短程的航線的話，有時候就是只有一個冰淇淋，然後就會少掉起司，那水果可能就用一個小的水果盤，就是水果一個盒子裝的，跟主餐一起上。
對，那台港線的話，當然就是一盤上來而已，什麼都沒有。那像曼谷的話，香港曼谷可能會多一點，但是就沒有那麼完整。對，那像這樣就是完整的國泰區域線的樣貌。那起司盤我要特別說一下，國泰的起司盤是非常不錯的。國泰的起司盤的話，有一個這個東西，就這個軟軟的，這個像凝膠一樣，這個甜甜的，這個非常的好吃。對，所以國泰起司盤是我推薦大家一定要點的。那尤其是這個 Blue Cheese。藍起司的話，配上一點這個甜的果醬，再搭一點Sauternes，奶香味非常的濃。然後本來那個發霉的味道就會被這個甜甜的味道蓋住，然後搭配這個Sauternes之後，就剩下奶香味了，非常的棒。然後這一塊軟的跟這個硬的也都好吃，然後再來就國泰的蘇打餅乾也好吃。所以如果國泰有起司盤的話，我推薦大家一定要點，因為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選擇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水果当然也是不錯啦，对，那冰淇淋嘛，哈根達斯國泰標配，就不用多說了。那以上就是區域航線完整餐食的一個介紹，就會像這樣，所以那就是跟大家講餐食要怎麼點餐。好啦，那我就去享用我的美味的晚餐嘍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床鋪平的樣子。那國泰我覺得設計比較優良的地方是前面腳部空間其實是蠻大的，而且旁邊這邊的話會多一塊這一個，就上次我有提到說星宇的這一塊是沒有的。就這一塊的話，可以多一個支撐是蠻好的。然後這邊還有個扶手靠墊，所以這個商務艙完全躺平也是可以睡得很舒適的。當然跟359比還是有一點差啦，但是我覺得以區域航線來說，我覺得是很舒服的。對，因為畢竟這一款的話就是服務區域航線居多，最多飛到澳洲，不會飛到歐洲跟美國的。好，這是躺平時候的樣子嘍。那整個躺下來就會像這樣。对，其實空間是蠻舒適的，翻身也是不成問題的。我覺得以商務艙來說的話，算是相當不錯的產品了。對，那雅加達航線的話，時間還夠，吃完飯的話還可以睡個1-2個小時才到目的地。對，所以我覺得是一趟很舒適愉快的旅程。因為區域航線的話，上次那個廁所跟那個娛樂系統我們就拍過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們之前拍攝的影片。今天這一期主要就是要講這個完整餐食的部分，給大家看到完整餐食的呈現，還有為什麼搭這條航線的理由嘍。休息了一下，舒適的旅程要結束嘍，我們也抵達雅加達嘍。晚上的夜景還是很漂亮的，那我們就看着雅加達的美麗夜景，跟大家說再見嘍！下一集飛行記錄，再跟大家好好介紹。商務艙的會比較簡略一點，就是做個記錄。那今天的餐食大家覺得怎麼樣呢？大家晚安嘍！這個 MH366、367啊，這一條航線，準點率是非常有問題的。